欢迎来到明星新闻 MKN Star News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他侦探社出圈利器，热巴的脸，杨超越的实力，制作的水准。随着剧本狼人杀游戏成为当今社交团建的首先，综艺界的悬疑节目备案看到了市场，备案策划也是越发多了。这其中当属是芒果家的大侦探做得最好。在双北暂时不能合体的情况下，也没有敷衍对案件的设计。新一季纵然命运坎坷，但也拿下了 7.7 高分。而除开明侦之外，其余平台今年力推的侦探节目来势不小，不容小觑。桃场的萌探探案虽主打解压轻松，可一个主题案件一环套一环，解密难度系数并不低。而鹅厂的开始推理吧启用了曾就职于芒果的小盒子，从第一期请到沈腾来客串，为节目打造整间公寓来看，无论是财力还是吸引力，都当之无愧是富豪的程度。第一季的评分虽然只有 6.8， 但忠实粉丝已经圈住了，第二季期待值高，未来成绩会更好。跟桃场做迷踪记一样，鹅厂最初在做开始推理吧的时候，其实也策划了其他2档节目，一档是智慧竞技登陆元宇宙，一档是女子力量他侦探社。前者主打经营生活里的斗智斗勇，环节设计新奇，目前已经完结。而后者作为整个计划里的老幺，小盒子团队对它的制作，目前还停留在确定内容与拟邀嘉宾的阶段。但即便如此，正片还没有出来，光是冲着制作团队与阵容来的观众就不少。迪丽热巴与杨超越无疑是拟邀名单里节目组的出圈利器。迪丽热巴活动女神，换装游戏值得期待。杨超越综艺经验夫妇，金句王实锤。在结束了正剧的拍摄之后，拿命拼了3年的迪丽热巴在站稳脚跟之后，总算是有时间给自己放个假了。精心调理之后再出席活动，每场都美出了新高度。当年凭借高雯这个角色大火，热巴靠的不仅仅是角色的中二娇憨属性，更有她的美貌加持。从走秀气场不输模特，到红毯造型频频登上热搜，无论什么样的衣服穿在她身上，都能给衣服本身的颜增值。这使得大家无比希望她去探案综艺，一方面可以看看她的推理能力如何，一方面一般侦探节目一期一个事故主题，要是后期妆造备得好的话，一个综艺就能诞生一个名场面。在极限挑战之后，热巴就基本上不常驻节目，可她与鹅厂的合作关系又很友好，所以这档节目能不能磕得下来，倒是值得关注。热巴是当红小花，而杨超越则是新晋综艺女神。本就是凭借选秀节目出道的她，冲浪速度又一流。在脱口秀大会做领笑员的时候，凡是选手讲的段子，她基本都能 get 到笑点在哪里。句号。而她本人在综艺里也是金句频出的一位，在所有人眼里都是可爱妹妹，就算对前辈也没事。在极限挑战里，与黄明昊一起抱黄景瑜大腿，调侃老大哥贾乃亮有实力，但是需要一个脑子，引得全场爆笑。小盒子连做2档节目，他侦探社或注重推理，粉丝基础强。在跳槽到鹅厂之后，小盒子前边交出的2份答卷，其实只算是中规中矩。毕竟一档是重解密，可模式复杂，有些劝退人；而另外一档质量飘忽不定，就算请到白敬亭、李诞这样的聪明人来，也没能实现大爆。目前来看，团队似乎还是最适合做明侦那样，搞笑中不失立意，立意深刻的同时又惊悚感拉满的。他侦探社主打女子推理，恰恰好又与芒果官宣的女子推理社概念相撞了。在有粉丝支持的情况下，这老妖的成绩到底如何？且期待团队了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。